美国的公共健保不是全民健保，只有涵盖老人、低收入户和儿童。美国人常调侃说，在美国看病前得先看自己的银行账户，很多人甚至看不起病，所以新冠肺炎才会使得美国死亡惨重。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子晴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位住在台湾的美国人，英语老师詹姆斯的故事。詹姆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，5年前来到台湾教英语。他爱台湾的美食、热情的人民，但让他最惊讶的是台湾的健保制度。他常说，台湾的健保绝对是世界第一，美国应该学学。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，简称健保，早在1995年就实施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公平、经济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健保以低廉的费用、便捷的服务和高效率著称，不仅嘉惠全体国民，还被国际媒体如《纽约时报》、国家地理频道、时代杂志和 CNN 赞誉为世界第一最佳健保系统。医疗照护指数评比排名全球第一。反观美国的医疗体系，则以昂贵、复杂和不公平著称。虽说美国的工资是台湾的3倍，但美国的医疗费用却高达台湾的5到10倍以上，而且还不能自由地到大医院看诊。美国的公共健保不是全民健保，只有涵盖老人、低收入户和儿童。美国人常调侃说，在美国看病前得先看自己的银行账户，很多人甚至看不起病，所以新冠肺炎才会使得美国死亡惨重，达到100万人以上。以下我们透过詹姆斯的亲身经历来比较台湾和美国的医疗体系，并深入了解为什么台湾的健保如此卓越。以下的汇率是$1对30元台币来换算。抽血检查。詹姆斯在美国时有一次只是去医院抽血做个基本检查，账单高达$400，折合台币超过12000元。而在台湾，他感冒后去诊所看病，医生建议顺便做血液检查，费用全由健保覆盖。诊所护士告诉他，您只需要付挂号费150元台币。詹姆斯一脸不可置信，直呼这简直是免费。健康体检。詹姆斯回忆起他在美国大学时的一次基本体检就总共花了$800，即便有保险，他还得自付$300，约台币9000元。而在台湾，他报名了一家医院提供的健康检查套餐，不仅检查项目更全面，包括 X 光、血液分析、肝肾功能评估等，价格仅1500元台币，而且有些项目还能通过健保报销。詹姆斯对此感叹，这简直是天壤之别。看牙医。在美国，牙科服务价格堪称夸张的天价。詹姆斯说，他的朋友曾在美国补牙，一颗牙花了$1500，而做根管治疗甚至要$4000，约台币12万元。在台湾，詹姆斯曾经因为蛀牙去看牙医，仅支付了挂号费150元台币，问题就完美解决。他忍不住跟朋友们炫耀，在台湾看牙真的像在抢优惠似，紧急就医。有一次，詹姆斯在台湾不小心摔伤手腕，肿得厉害，他到急诊室检查，医生帮他拍了 X 光，诊断为轻微骨裂，整个过程只花了3小时，总费用不到1000元台币。而他提到，在美国如果去急诊室拍 X 光并治疗，账单可能高达$1000，相当于3万台币以上，而且等待时间常常超过6小时。慢性病管理。詹姆斯的父亲在美国患有高血压，每个月光是药物和定期检查的费用就要数百美元，约台币上万元。而在台湾，詹姆斯的朋友有相同的病情，健保不仅覆盖了药物费用加定期的心电图检查，也只需支付挂号费台币150元。他形容台湾的健保像是一张保护网，让患者不必为医疗费用担忧。疫苗接种。疫情期间，詹姆斯注意到台湾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疫苗接种服务。他回忆起，在美国有些人因为无法负担疫苗费用而选择不接种，而台湾的政府则全面承担疫苗费用，这才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医疗体系。詹姆斯说，台湾健保为什么被誉为世界第一？覆盖全民，公平无歧视。
台湾健保的最大特色是覆盖率高，无论是富裕家庭、低收入群体，还是偏乡地区居民，都能享受健保带来的医疗保障。健保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雇主、雇员及政府共同负担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获得医疗服务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有约15%的民众无法负担医疗保险，即便有保险的人，也可能因为高额的自付费用而不敢看病。这种现象在台湾几乎不存在，因为健保真正做到了全民健康保险的初衷，让医疗不再是一种特权，而是基本人权。2. 费用低廉惠及所有人。台湾的健保费用之低令人啧舌，一个人每月仅需缴纳几百元台币健保费，即可享受终身全面医疗服务。以詹姆斯的经历为例，他在台湾做了一次感冒相关的血液检查，只支付了挂号费150元台币。若在美国类似检查，至少花费400美元，约台币12000元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的医疗支出仅占 GDP 的7%，而美国则高达17%。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，也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医疗成本，提升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。3. 就医便捷，无需层层审批。台湾的医疗体系允许病患自由选择就医场所，任何人只需持健保卡就能到任意一家诊所或医院就诊。而美国医疗体系复杂，病患必须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，先从基层诊所开始，看完家庭医生才能转诊至专科医生，整个过程往往需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。此外，在幅员辽阔的美国，单是开车到最近的医院就可能需要30分钟到1小时，而在台湾，由于医疗设施的密集性和城市化程度高，大多数人只需不到20分钟即可到达最近的医疗院所。4. 等待时间短，效率高。在美国和英国，因预约制度和资源有限，病人通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接受治疗。例如，詹姆斯提到他曾在美国等待一个简单的皮肤病诊断，竟耗时3周，而在台湾，他只需要直接到诊所挂号，30分钟内就能见到医生。尽管台湾也面临门诊病人多、医生工作量大的问题，但整体来看，台湾病患的等待时间远低于英美等国家，尤其在急诊、影像检查等项目上表现尤为突出。5. 医疗品质高，患者满意度高。台湾健保并非仅追求低成本，还注重医疗质量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（OECD） 的多项研究，台湾的癌症存活率、手术成功率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此外，健保局严格监管医疗服务质量，确保民众得到优质的医疗照护。调查显示，台湾民众对健保的满意度高达88.6%，这种高满意度反映了台湾健保在满足民众需求方面的卓越表现。詹姆斯对此表示，低价并不意味着低质，台湾的医疗服务完全可以和美国媲美。6. 信息系统先进，运营效率高。台湾健保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其高度数字化的管理系统，每位民众都有一张健保卡，所有医疗记录都可通过电子系统实时共享。这种做法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，还减少了重复检查和资源浪费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医疗系统分散且缺乏统一管理，患者常常需要手动携带医疗记录，导致效率低下且易出错。詹姆斯曾感慨，在台湾看病像搭地铁一样简单，一张健保卡通行无阻。然而，健保的成功离不开全民的共同努力。为了确保其可持续发展，我们必须珍惜医疗资源，避免滥用，支持必要的改革。正如詹姆斯所说，台湾健保不仅是你们的骄傲，也是全世界的榜样。在詹姆斯看来，台湾的健保是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。他坦言，虽然美国的医疗技术可能更先进，但如果没有公平的机制，普通人根本享受不到。而台湾的健保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。詹姆斯也呼吁美国借鉴台湾的模式，改善现有的医疗体系。詹姆斯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台湾健保的优越性，也提醒我们更加珍惜这一制度。
台湾健保的成功离不开每个人的共同努力。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台湾健保改革，让这个世界第一的制度更加永续发展。你有用过健保的经历吗？欢迎留言谈谈你的经历。我是子晴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按赞订阅，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。我们下次见。